今天这堂课，我不讲经方，也不讲针灸，我们要讲一件关乎每个人尊严的大事。我看过太多的病人，年轻的时候叱咤风云，为了家庭、为了事业打拼，结果到了晚年，最可怕的不是得癌症，也不是中风瘫痪，而是什么？是有一天你睁开眼睛，看着你最爱的人，你的老伴、你的孩子，你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你甚至连自己是谁、吃饭了没有、上厕所怎么擦屁股，你全都忘了。这就是西医讲的阿兹海默症，俗称老年痴呆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残酷，但你们必须接受的真相：这个病一旦真正发作，按照目前的西医手段是不可逆的。西医会告诉你，脑萎缩了，没救了，只能吃药控制，延缓它变坏的速度。但那是治好了吗？那不是，那只是在拖延时间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病的根源在哪里。西医现在终于承认了，他们把阿兹海默症称为第3型糖尿病，听到没有？糖尿病以前我们只知道1型、2型，现在怎么跑出来个第3型？这其实跟我们中医讲了几千年的道理完全是不谋而合的，只是西医走了很多弯路，现在才看到一点门道。所以今天这堂课，我会用最通俗的道理，把这个所谓的绝症给你们拆解开来。我会告诉你们3个最核心的问题：第一，什么才是痴呆真正恐怖的前兆？绝对不是你们以为的健忘。第二，为什么血糖高的人脑子会坏掉？第三，我们到底该吃什么？有3种超级食物就在你手边，你却不知道怎么用。今天的视频比较长，但我要求诸位，如果你不想让你自己或者你家里的长辈未来10年、20年活得像个没有灵魂的空壳，请你一定把这堂课听到最后。在开始之前，老规矩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，请在评论区打个1或者点个赞。这不只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为了让这个救命的知识能传播出去，去救更多的人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正本清源。很多人跑来问我，倪医师啊，我最近记性很差，走进厨房忘了拿什么，我是不是要痴呆了？我告诉你，那不叫痴呆，那叫健忘。什么是健忘？就是你的神稍微闪了一下，你的意还在，只是提取不出来。比如你走进厨房，哎呀，我要拿酱油还是拿醋，想不起来了。但是你只要稍微回过神，或者别人提醒你一句，妈，你不是要拿酱油吗？你马上就会说，哦，对对对，我是要拿酱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神还在，你的记忆库是完整的，只是提取的这个路稍微堵了一下。这在中医看来，多半是心血不足，或者是操劳过度，睡一觉吃点补血的，也就回来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家里的老人特别喜欢讲过去的事情，一件事早上讲一遍，中午讲一遍，晚上还要讲一遍，你听得都烦了。你说，爸，这个你讲过800遍了。这时候你注意看他的反应，如果他说啊，讲过了，哎呀，人老了就是啰嗦，那我再讲一遍嘛。诸位，这也不叫痴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神志清楚，但控制力下降。他知道自己讲过，他只是控制不住那个倾诉的欲望，这是心理上的孤独，或者是气虚不能摄身，但他的逻辑是连贯的。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恐怖的阿兹海默症前兆？听好了，这个区别非常关键。如果一个长辈刚刚跟你讲完一件事，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，他又把你拉过去，一模一样的，连标点符号都不差，又讲了一遍。这时候你跟他说，爸，你刚才讲过了。如果他一脸茫然，非常坚定，甚至有点生气的看着你说，我没有讲过，我根本没说过这句话。当这5个字我没有讲过从他嘴里斩钉截铁的说是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最危险的信号了。大家发现区别了吗？健忘的人，你提醒他，他会记得；爱唠叨的人，他知道自己讲过，但是阿兹海默症的早期表现是断片。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他的大脑里那段磁带不是模糊了，而是被擦掉了，变成了一片空白。他的脑海里真的不存在那段记忆，这就是神已经开始离家出走。元神守不住色了，西医叫这认知障碍，我们中医看这就叫心肾不交，神明失用。你的脑髓，也就是那个海马回，开始萎缩了。好，知道了前兆，我们要讲讲为什么。为什么现在西医把阿兹海默症叫做第3型糖尿病？这个概念很有意思，诸位都知道，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出了问题，血糖进不到细胞里去，对不对？那在脑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我们的脑细胞，中医叫脑为髓之海，它需要大量的能量。这个能量从哪来？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化成气血，再由肾精转化而来。西医讲
就是葡萄糖。正常情况下，胰岛素像个搬运工，敲开脑细胞的门，说吃饭了，葡萄糖来了。脑细胞打开门，吃饱了就能工作、能记忆、能思考。但是当你长期饮食不节，吃太多的甜食、太多的精致淀粉，你的身体里全是糖，你的胰岛素天天在加班，最后怎么样？脑细胞烦了，脑细胞对胰岛素产生了阻抗，哪怕你血液里全是糖，脑细胞却把门关得死死的，我不吃，我不认你这个胰岛素了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你的脑细胞泡在糖水里，却被活活饿死。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？太精彩了！甜味入脾，脾主运化。适量的甜能补脾，但是过量的甜，甚至是人工的死甜，它会产生湿，湿气一重就变成了痰。你看那些阿兹海默症病人的大脑解剖出来看，上面有什么？西医说有2种垃圾，一种在细胞外面像铁锈一样的斑块，叫非淀粉样蛋白；一种在细胞里面像打结的毛线，叫神经纤维纠缠。我告诉诸位，这在我眼里看是什么？这就是痰湿，这就是阴湿。你的脑子里本来应该是清阳之府，是最干净、最清灵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因为你长期吃甜，长期血糖高，导致脾虚、身湿、肾阳不足，没办法把这些水液气化掉。这些浊水、浊痰顺着经络冲到头上去，把你的脑壳给蒙住了。外有铁锈，内有乱麻。你的脑细胞外头被浆糊糊住了，里头的营养通道又断了。这脑细胞能不缩吗？脑子能不干瘪吗？就像一个核桃，本来是饱满的，现在风干了，瘪了，这就是脑萎缩。所以西医说这是糖尿病，我说这是脾肾两虚，痰瘀互结，道理是一模一样的。血糖高就是在制造湿气，就是在制造痰浊，最后把你的元神给困住了。这时候有人会说：“尼斯，我听说这个病是遗传的，我有那个什么基因，我是不是死定了？”西医把这个基因叫做 APOE4， 说如果你有2个这种基因，你得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别人的10几倍。我要告诉诸位，中医从来不看这种死板的算命。基因是什么？基因是先天之本，是你爸妈给你的。但是中医更看重后天之本，也就是你的脾胃、你的生活方式。西医把阿兹海默症分成2种，一种是65岁以前就发病的，那种确实跟基因关系很大，那是命，是先天肾精极度亏损。但这种人很少，只占5%。绝大多数人，95%的人是晚发型的，是65岁以后才得的这种。虽然也有 APOE4 这个风险基因，但它不是判决书。APOE4 就像是一把枪，这把枪挂在墙上，如果你生活习惯好，这把枪一辈子都不会响。但是如果你天天胡吃海喝、熬夜、不运动，把你身体里的环境搞坏了，那就是你自己去扣动了扳机。所以不要拿基因当借口。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基因，你现在的每一个选择、每一口吃的饭、每一晚睡的觉，都在决定你的大脑是保持清醒还是走向毁灭。从中医角度讲，这就是后天养先天。哪怕你底子薄，只要你后天养得好，肾气足，脾胃强，那些所谓的致病基因根本没有机会表达出来。这就叫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好，既然是后天养先天，那最直接的就是吃。针对阿兹海默症，针对这个脑部糖尿病，我有3味大药推荐给诸位。这3样东西我都非常推崇，而且要从中医的角度告诉你们怎么吃。第一位，鸡蛋。我知道很多西医以前吓唬你们说鸡蛋胆固醇高，吃的血管堵塞，纯属胡说八道。诸位看鸡蛋是什么？鸡蛋是天地间最完美的生命体。中间黄色的蛋黄，黄色入脾，属土，它能补脾胃之气，而且它悬在中间，像地心。外面白色的蛋清，白色入肺，属金，金能生水。我们要补脑。脑是什么？脑是水海，水由肾生。胆固醇其实是合成我们身体细胞膜、合成激素最关键的原料。你的脑子里大部分都是脂肪和胆固醇，你不吃胆固醇，你的脑子拿什么去修补？最新的研究也证实了，每周吃鸡蛋，甚至每天吃，得失质症的风险下降将近1半。怎么吃？要吃全蛋，不要只吃蛋白，不吃蛋黄，那是暴殄天物。蛋黄里的卵磷脂就是补脑的神药。中医讲血肉有情之品，鸡蛋就是最平和、最补益精血的。第2位，咖啡。我以前常说咖啡是强心的，咖啡味苦，苦味入心，心脏好了，心主血脉，血就能打到脑子里去。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脑供血不足，但是喝咖啡
有讲究，千万不要去喝那种加了满杯糖、满杯奶精的速溶咖啡，那个糖含奶精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湿和痰，喝下去反而把脑子堵住了。要喝黑咖啡或者加一点点好的鲜奶。你要的是那个苦味来振奋心阳。当你感觉到心跳稍微有力一点，手脚变热了，那就是阳气动起来了。心阳足则神明清。不过，如果你是那个有 ApoE4 基因的人，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，咖啡要适量，一天1杯就好，不要喝多了，导致心火太亢，反过来烧干了肾水。第3位，绿茶性为寒，味苦甘，它能做什么？它能清头目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脑子里有铁锈、有斑块，那都是痰浊。绿茶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，像儿茶素，它们就像清洁工一样，能帮你把这些血管壁上的脑细胞外的脏东西给刮下来。而且绿茶入肝，能疏肝理气，气机通畅了，血就能上去。所以，我给诸位一个黄金组合：早上起来吃鸡蛋。喝咖啡振奋阳气，下午喝杯绿茶清理头目，化解痰浊，这一升一降，阴阳就平衡了。除了这3样，我们在整体饮食结构上要怎么调整？文案里提到了生酮饮食、麦德饮食，我用中医的道理给你们翻译一下。所谓的生酮饮食，其实就是让人体从烧葡萄糖转变为烧脂肪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脑细胞不认胰岛素了，它饿得半死。但是脑细胞有个备用发电机，它虽然不吃糖，但它非常乐意吃酮体，酮体是脂肪分解出来的。这就像你的车汽油引擎坏了，但电力系统还是好的，你给它充电，它照样能跑。从中医看，这其实是在禁绝甜食，以补精血。好的脂肪，像猪油、橄榄油、鱼油，这些都是能转化为精血的物质。而过多的米面糖，尤其是精加工的，只会产生湿热。但是听我一句劝，生酮饮食非常极端。那是治病用的，不是让你这辈子都这么吃的。它要求极低的碳水，这就伤了脾胃的骨气，所以必须在专业指导下进行，不要自己瞎搞，把肝肾搞坏了。相比之下，我更推荐麦德饮食和日式饮食的结合。简单说就是多吃有生命的食物，绿叶蔬菜、浆果、坚果这些东西得天地之气，有生机。多吃鱼类，尤其是深海鱼，鱼入肾能补脑髓。少吃死的食物。什么叫死的？放在塑料袋里，保质期2年的饼干、蛋糕、香肠这些东西里，只有防腐剂和添加剂，没有气。日本人为什么长寿？为什么痴呆少？你看他们吃饭碗碟很多，每样一点点，这就叫五味调衡。而且他们吃鱼多，吃纳豆也是发酵的，能化瘀。而且他们只吃7分饱。你若要身体安，3分饥恨寒。吃太饱，脾胃负担重，气血全跑肚子里去了，脑子当然就空了，最后光吃不动是不行的。我们要避开生活中的5个地雷，并执行一个最简单的运动。这5个雷区你一定要记下来。雷区1：激素失调，特别是甲状腺和维生素 D。甲状腺主新陈代谢，就是身体的火不够，水就化不开，人就傻了，要去检查，要多晒太阳。晒太阳就是补天阳，天阳补人阳，维生素 D 自然就有了。雷区2：重金属毒素，那个脑子里的铁锈，科学家发现里面包裹着铝、铅，这些重金属是从哪来的？铝锅、劣质的化妆品、受污染的水，这些东西是阴毒，最容易伤神经。雷区3：头部外伤与小中风，保护好你的头。每一次撞击，每一次微小的血管爆裂，都是在给大脑制造疤痕。雷区4：口腔发炎，这个被90%的人忽略了。牙周病、牙龈出血。中医讲，齿为骨之余，牙齿是骨头的余气，也是肾脏的外线。牙齿不好，肾气必虚。更可怕的是，牙龈发炎的细菌会顺着血液直接冲到脑子里去，而且千万不要用力刮舌苔。舌苔是胃气的表现，你把它刮破了，就是给细菌开大门，用纱布沾盐水轻轻擦拭就好。雷区5：高血糖，重中之重，一定要戒糖。我再说一遍，戒掉那些人工糖、精制糖，它们是制造身体炎症的元凶，是让脑细胞饿死的罪魁祸首。那怎么动呢？我也知道，让你去跑马拉松你不现实，很简单，走路。为什么要走路？中医讲人老腿先老，脚底下是肾经的起穴、涌泉穴。当你走路的时候，脚底抓地，就是在刺激涌泉穴，把地气引上来，通过肾经直达脑髓，不用跑，只要快走，每天4000步。当你走到微微出汗，
那个汗是清凉的，这就说明你的气血转起来了，你的脑子在施肥了。这种肥料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它能让死去的脑细胞再生，这是医学奇迹，也是人体治愈力的奇迹。好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大家可能觉得信息量很大，我给诸位总结4句话，记住了就能保命。第一，管住嘴，戒掉糖，别让脑子变糖水。第二，吃鸡蛋，喝咖啡，绿茶一杯，青头目。第三，护好牙，避重金，牙好肾好，脑才好。第四，迈开腿，走4000，饮血归元，补脑髓。诸位，阿兹海默症不可逆，那是指它发作了以后，但在它发作之前的10年、20年里，我们有无数次机会把它扼杀在摇篮里。这世上没有后悔药，更没有神药。我看过那些所谓的西医新药，副作用大得吓人，脑出血、脑水肿，那是拿命在搏，而且效果微乎其微。真正的神药就在你的菜篮子里，就在你的脚下，就在你每天能不能拒绝那一块蛋糕的决心，一念之间。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不让自己将来变成一个连儿女都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也为了不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，请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清醒，让你健康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转发给你的亲人朋友，功德无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赞，用力的按下去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、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，这就是功德一件。我们下期见。